近年来，国产055型万吨级导弹驱逐舰接连下水服役，极大提升了海军编队的作战能力，甚至被外媒赞誉为亚洲最强驱逐舰。请教一下白先生，那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？那么055呢，我觉得应该算是之前人民海军队相关经验的一个集大成之作啊。同时呢，也是人民海军根据自己的作战任务，根据我们说整个这个舰队的模块化的这种相关的构成所设计的一款，应该说是在中国海军来讲前所未有的战舰。那么它的无论是指挥能力，还是综合的对海、对陆、防空和反导，包括反潜能力，应该来讲都是对我们人民海军来讲是前所未有的。那么另外呢，它的这个综合作战能力，应该来讲，即便是跟全世界最先进的海军舰艇相比呢，也是不落下风，甚至在很多领域是有优势的。确实，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海军专家都承认055现在绝对是全世界能够排到前3名的这个优秀的舰艇。日前，舷号为32的广西舰首次公开亮相，说明已经有2艘075型两栖攻击舰入列海军。请教一下张先生，这2艘舰将会如何发挥作用？中国呢，我们在近海的这些海上的矛盾问题，都是和岛屿相关的啊，也就是说，未来啊这样的可能发生的海上作战当中啊，两栖作战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样式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，我们2艘这个075型啊两栖攻击舰的入役，它可以使我们的两栖作战能力大幅度的提高啊，可以利用它自身携带的直升机啊，把我们的这个两栖作战兵力啊，以立体的方式越过敌方的滩头的阵地，抵达一定的纵深啊，可以在以较小的这个人员伤亡的这种情况下啊，在滩头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前进基地。这样的话，能够为后续部队迅速的打开通道啊，这个压缩战争的这种进程啊，也使域外的国家啊难以快速反应，难以有这个介入的这种空间和时间。3艘055型万吨大驱同框画面彰显人民海军不断强大，让国人振奋。据公开报道显示，目前已经有5艘055型驱逐舰入列人民海军。那么，055型导弹驱逐舰都有哪些杀手锏呢？如何充当航母编队最强带刀侍卫呢？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硬件条件。055的满载排水量达到约1.2万吨，相当于2艘052C 满载排水量之和。从外形上看，055的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现代化，大量雷达和电子设备集成于桅杆，使得全舰显得异常简洁，能够显著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，大幅提升隐身性能。所以055尽管看起来舰体庞大，其隐身性能却超过了比它小1圈的052型驱逐舰。而大吨位给055带来诸多好处，可以装备更多的防空、反导、反舰、反潜武器，整艘舰的综合作战火力可以说相当强大。从之前公开的画面可以看到，055上垂直发射单元有112个，使用的是一款通用的大口径垂直发射装置，并且实现了冷热共架发射，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装载多种尺寸、多种用途以及冷热2种发射方式的导弹，能够按照任务的不同，灵活选择弹药配载方式，实现攻防兼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垂直发射单元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驱逐舰的战力强弱。以防空作战来推演，如果对手出动一个4栖编队，每机携带2发反舰导弹实施空中突袭，考虑到在实战中不可能以1:1的比例发射拦截弹，针对每1枚来袭导弹都要发射多枚拦截弹。要想同时拦截这8枚导弹，起码要发射20-30枚拦截弹。那这样算的话，只安装有64个垂发单元的驱逐舰，可能2个波次下来，弹药就打光了。而055则可以抵挡4到5波次的攻击，有着更强的编队防空能力，能够为编队撑起有力的防空保护伞。除此之外，055还装备有先进的声纳系统、火箭升弹装置以及双机库，飞行甲板也更宽更长，能够更好地支持舰载直升机的起降。因此，055的综合反潜能力，特别是远程航空反潜能力，是目前海军驱护舰里面最强的，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流水平。尤为值得指出的是，055还拥有世界先进的指挥、通联和传感器系统，拥有非常强大的对空监视、空情保障和通联引导能力。如果将055编入航母编队中，能够作为防空指挥舰，为航空母舰分担很大的指挥压力。
比如在防空作战时，可以及时接收其他舰只和飞机发来的信息，并且迅速告知其他舰级该去哪里和该干什么，充当编队中最强大脑的角色。从官方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，各艘055官兵接装之后，接连出海展开高强度操练，已经快速形成战斗力，成为人民海军心智战斗力。日前，中国海军官方媒体矩阵还发布了一个海军5大兵种宣传片，多艘055型驱逐舰共同亮相水面舰艇板块，画面中还出现了使用通用垂发系统进行导弹冷发射的镜头。分析指出，从外形来看，这枚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助推器、双锥体弹头气动布局，中部还有控制小翼，是比较典型的高超音速导弹的外形特征。如果被证实，无疑将极大提升055型驱逐舰的作战能力。高超音速武器最大的这个优势就是说很快，快到就是说对方的探测系统无法探测到，或者能探测到无法连续的跟踪，更无法对它进行一个有效的拦截。就所谓俗话说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只要这个弹打出来，基本上对它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拦截。目前，人民海军拥有的万吨级作战舰艇，除了055型驱逐舰以外，还有航母071型船坞登陆舰、075型两栖攻击舰。其中075型两栖攻击舰是最新型的，首舰海南舰去年4月服役，第2艘广西舰则在近期才服役。这2艘舰极大地提升了海军两栖作战能力。此前，071型船坞登陆舰井冈山舰、长白山舰、五指山舰等几座大山是海军两栖登陆的代表。解放军报3月曾发表一篇文章，一位两栖攻击舰舰长的梦想航迹。曾担任五指山舰舰长的吕永军，现已经担任海南舰舰长。吕永军指出，五指山舰排水量超2万吨，身躯已经非常大了，但在海南舰面前却只能算个小弟。从外观上来看，海南舰约有15层楼高，和山东舰、辽宁舰航母的高度几乎一致。甲板采用紧凑型的编导式布局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甲板的作业面积。直通甲板面积相当于20个标准篮球场，可以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。我们看到075型的这个两栖攻击舰上呢，仅仅就是飞行甲板上就是这个就有5个直升机的起降点，就是5架直升机可以同时的起降，况且它下面还有这个机库里边还可以放更多的这个直升机，所以一旦它执行两栖任务的时候，它的直升机的起降的这个架次要比这个071型的要起码翻番再有呢，就是它的吨位也比071型的要大。那它底下的这个坞舱呢，打开以后，它肯定装的这种就是气垫船，还有两栖坦克、两栖装甲车的数量，也一定比071型的这个船坞登陆舰要多。解放军报此前还发表两栖攻击舰为啥这么火的文章，指出两栖攻击舰与船坞登陆舰、坦克登陆舰等相比优势明显，对登陆部队和装备的运输更为集中、经济、高效，防护能力也更全面。在今后的海上作战中，可以和驱护舰组成两栖突击编队，对目标地域实施突然打击，开辟登陆场。也可以和登陆舰、船坞运输舰等组成大型输送编队，实施成舰制战略支援投送，还可以编入航母编队，执行战役级作战任务或长期在前沿部署。两栖攻击舰比较火，就是说它是可以形成一个立体的、垂直的，就是多维度的一个登陆比如说两栖攻击舰拉出去，它这个上边的直升机可以把人员带到岸边去机降。然后这个它后边的船坞还可以放出快艇和这个气垫船，也可以从水上登陆。所以这种两栖攻击舰今后随着它入役数量越来越多，将会大大提高解放军的这个综合的立体的抢滩登陆能力。